近期，国际知名瑞典服装品牌 H&M 发表声明，表示不再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。其实，新疆棉花切割事件由来已久，其中就包括 BCI 成员阿迪达斯、耐克等等，各种玄机早已是暗潮汹涌，相关事件持续发酵，由此蓄谋已久的棉花大战才渐渐浮出水面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：第一，为什么参与棉花切割事件的都是 BCI 成员？他在棉花大战中扮演着什么角色？第二，为什么要在棉花上做手脚？第三，棉花贸易战的打法以及我们的反制手段。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参与棉花切割事件的都是 BCI 成员？他在棉花大战中扮演着什么角色？ BCI 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简称，总部位于瑞士的日内瓦，是一家全球性的非营利国际会员组织机构，是当前世界最大的可持续棉花种植项目。但是他们既不掌握技术，也不控制产能，只通过发布报告、授予认证、组织打分评审，参与到严谨的工业体系中。我们平心而论，这些产业非政府公益组织也确实做过不少好事，比如说抵制雇佣童工、抵制污染，在劳动条件改善和环境上实打实地发挥过正面的作用。但是大量早些年间的非政府公益组织现在也普遍开始谋求盈利， BCI 也不例外。更好棉花发展协会原本是从世界自然基金会中脱离出来的，从09年到11年间，每年的募捐金额才60来万美刀。但随着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瑞士基金的介入， BCI 迅速发展壮大。到了17年， BCI 已经有85个合作品牌和1039个合作工厂，能够给全球130万棉农生产的330万吨棉花发布认证。其实 BCI 也并不是新疆棉花切割事件的始作俑者，只不过是沦为了博弈的工具。早在今年1月13号的时候，美国边境保护局发布公告称，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。这一暂扣令适用于由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、服装、纺织品，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、酱料和其他番茄产品，即使是在第三国加工或制造的相关产品也不例外。所以 BCI 成员 H&M、阿迪达斯碰瓷新疆棉花的背后，其实就是市场站边的结果。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有结论了， BCI 在棉花大战中扮演着博弈工具的角色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在棉花上做手脚呢？我们大部分的人认为棉花是用来做服装的，实际上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，又是重要的油料作物，还是含高蛋白的粮食作物、纺织、精细化工原料，同时也是重要的大宗战略物资。一般在两个国家发生贸易摩擦之后，大宗农产品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你比如说，中国进口的美国食用油脂主要为大豆，大豆是中美农产品贸易规模最大的单品。2017年，我们从美国进口了139.4亿美元的大豆，占我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总额的57.9%。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后，大豆就成为了我们进口金额绝对值下降最大的单品。2018年，自美国进口大豆的金额下降为70.6亿美元，降幅为49.3%。在畜产品方面，美国多年居中国猪肉、猪杂进口来源国首位。不少 UP 主也提到过，美国的约克夏猪产肉率高、瘦肉率高、生长速度快、成本还低。这种小洋猪进入中国市场后，国产的成花猪一度濒临灭绝。2017年，中国从美国进口猪杂达12亿美元，占进口总额的27%，摩擦后下降为5.2亿美元，降幅达56%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2020年的时候，又再次打响了大豆狙击战，大豆价格一路高歌，国产大豆更是离奇失踪，大豆压榨工厂纷纷直呼收不起，减产停工。与此同时，大豆猪饲料价格也在飞涨，极大的抬高了养猪的成本。这个事件在我之前的视频里也提到过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顾一下。同样的，棉花也是中美之间重要的贸易品。2017年，美国进口金额为10.7亿美元，占中国棉花进口总额的12.5%，摩擦后明显下降，只剩下了7.4亿美元，降幅为31.4%。所以这样看来，发动棉花大战也并不意外。其实早在2009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次棉花大战，当时我们国家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7592万亩，比2008年少了1000万亩，减幅在10%以上，需缺口一度达到了200-300万吨。不仅产量下降，质量也有所下降，棉花的1分率下降到了34%。什么是1分率呢？农民伯伯种出来的棉花里是有棉籽的，叫做籽棉，不能直接用来纺纱。100斤的籽棉能够转化成多少斤的皮棉？这个比例就叫做1分率。中国的标准1分率应该是在37%左右。棉花的平均质量下降10%，单产量下降10%，耕地面积减少10%，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诡异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孟山都。1997年，孟
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进入到了我国市场。由于它抗棉铃虫，因此从2001年到2004年，在我们的棉花种植中，农药使用量下降了50%到60%，使得种植成本下降了25%，每亩产量提高了20%，易分率也提高到了42%。这个数据看起来非常漂亮，但是这种抗虫棉 33B 有一个缺陷，前3年都没有问题，长势喜人。但是3年之后，如果你不继续向它买种子的话，你种出来的棉花就会一代不如一代，一直到2009年，繁殖出来的棉花比以前传统的还要差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棉花缺口。而美国开始给棉花大量的补贴，补贴率一度高达产值的89%。中国每进口1吨的美国棉花，美国就会给予农民相当于人民币600元的补贴。这导致美国棉花的价格比国产棉花低2000元左右，然后被大量的运往中国的保税区，以很低的价格在中国倾销，使得中国数百万农民面临着被挤出国际棉花市场的命运。这种状况一直到2011年，我国选育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新桑塔6号通过国家审定，在新疆大规模种植之后，我们才算是扳回一局。所以这件事的背后其实就是棉花贸易战，当然也有可能还附带一些其他的动机，不然为什么要进新疆的番茄罐头，而不是我们内蒙古的牛肉干呢？所以第3个问题，棉花贸易战的打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关税战，你敢加50，我就敢加100的这种相互竞争性的加征关税。第二是非传统壁垒战，除了关税壁垒，还有可能设置绿色壁垒、技术壁垒，甚至是贸易脱钩，相互之间不再进行买卖，断绝贸易往来，比如说对华为公司芯片断供、封禁操作系统等等。第3是汇率战，第4是金融战，第5是长臂管辖，就是将国内法国际化，扩大管辖范围，比如说孟晚舟事件。对这个棉花大战其实属于非传统壁垒战。那我们的反制手段是什么呢？要知道，在我国每年有4万多亿美元的货物贸易中，有2万多亿美元是进口，15年积累起来就是大约30多万亿美元的进口量。而服务贸易每年的贸易总量是7500亿美元，其中大约5000亿美元是进口，15年积累起来也有7.5万亿美元。考虑到正常的增长惯性，或许会累积到10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。这样一来，未来15年，我国对全球其他国家而言，就是一个4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。如果进行非传统壁垒战，并通过各种手段让欧盟、瑞典、韩国都不再跟中国开展贸易往来，那么中国每年有4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，15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积累的40多万亿美元的进出口市场就要丢掉很大一块。而当前的世界经济一共有5大板块，美国独立成为一个板块 ，GDP 规模超过20万亿美元；欧洲诸国形成一个板块 ，GDP 规模超过17万亿美元；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10国，再加上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，多数是 CPTPP 成员国，这些国家形成一个板块 ，GDP 规模大概接近20万亿美元。中国单独成为一个板块，拥有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。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、非洲诸国、阿拉伯世界国家形成一个板块。在5大板块中，中国和美国都是独立形成一个板块，其他3个板块的国家既不会都跟着美国走，也不会都跟着咱们走。市场在维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时，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。而像棉花大战这类的非传统壁垒战，打的就是市场。限制贸易往来的后果是，不仅会丢掉中国的市场，也会丢掉我们的贸易伙伴的市场。目前很多电商平台已经下架了 H&M、阿迪、耐克的商品，安踏、飞乐中国也宣布退出了 BCI。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更为中立的非政府公益组织来取代 BCI 的职能，让它更好地服务于退出 BCI 的优秀品牌，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，并以抵制美棉进入该生态作为礼节性的回应。